好，我是 Revision Lab 修整所的阿修，歡迎來到我的頻道。今天我們要來探討一個極度大膽，甚至可以說是顛覆現有科技產業常理的提案。我們今天要把焦點放在全球知名的牛津大學辯論社近期的一場激烈交鋒。大家要知道，牛津大學辯論社一直以來都是全球頂尖思想碰撞的最高殿堂，而這一次他們討論的議題直接關係到你我每天都在滑的手機螢幕。在這場辯論中，知名學者達米亞·坦比尼提出了一個極具爭議性的主張。我們今天的目標是保持絕對客觀中立的角度，為各位深度拆解他的核心論點。坦比尼的論述非常直接，他認為我們目前面對的社群媒體亂象已經到了無法單靠修法或是傳統監管來解決的地步。他提出了一個根本性的架構重組計劃，這不只是一場學術探討，更是對我們每天都在使用的數位平台提出最嚴厲的叩問。為了讓大家能夠深入理解，我們將詳細剖析這背後的商業邏輯、歷史脈絡以及未來的可能性。其實，這牽涉到的不只是科技，更是我們整個社會運作的底層邏輯。這個提案的核心問題非常震撼，那就是我們是否應該終結大型社群媒體公司的私人擁有權？大家想一下，一聽到終結私人擁有權，很多人的直覺反應可能是：這太瘋狂了吧！在自由市場經濟中，這難道不是一種拍倒車的行為嗎？其實，坦比尼非常清楚這個主張聽起來有多麼激進。但他希望我們能夠先放下先入為主的觀念，跟着他的邏輯去深入思考。他認為，當前的社群媒體巨頭早就已經不再只是一般的私人企業了，他們實際上掌控了現代社會最核心的資訊基礎建設。這就像是水電、交通一樣，是社會運作的命脈。如果這些掌控着全球數十億人注意力的平台，他們唯一的目的只是為了替少數私人股東創造最大利潤，那麼我們所面臨的社會危機將會是一個無解的死局。所以，這個問題的核心真正在於，當一個私人企業的影響力已經大到足以撼動民主制度與社會穩定時，我們是否必須改變它的所有權結構？這是一個關於權力、責任與公共利益的深刻辯證，真的非常值得我們花時間探討。現在我們進入第一部分，問題所在，探討社群媒體帶來的傷害與壟斷。為了解釋為什麼需要採取這麼極端的手段，我們必須先釐清目前的現狀。坦比尼將矛頭直指當前社群媒體模式所造成的實質傷害。重點來了。根據他的論述，這些傷害是多面向而且非常深遠的。首先，這些平台在設計的本質上就是一種讓人上癮的科技。大家可以想象一下，科技公司的工程師們是利用最頂尖的行為心理學機制，設計出讓人無法停止滑動手機的演算法。這絕對不是偶然，而是一種刻意為之的設計，目的就在於極大化使用者的停留時間。接着是榨取式的商業行為，平台無時無刻不再從我們身上榨取時間、注意力以及極度隱私的個人數據，然後將這些資源全部轉化為精準投放的廣告收益。我們的注意力基本上就是他們免費開採的石油。這種商業模式直接導致了廣泛的心理健康危機。坦比尼在演講中特別提到，或許很多成年的聽眾具備較高的媒體識讀能力與自我約束力，但我們都知道，社會上有太多人已經成為這些科技的受害者。許多青少年因為長期接觸這些平台，陷入嚴重的容貌焦慮或是憂鬱症，甚至嚴重到無法正常生活。面對這些被困住、無法自我調節的受害者，如果我們只是冷漠地告訴他們你要有自制力，你要少用手機，那其實是一種非常不負責任的推脫，因為他們的對手是擁有世界上最聰明大腦與最強大算力的科技巨頭。一般人的意志力在這些經過精密測試的演算法面前，真的非常脆弱。這是一場完全不對稱的戰爭。接着進入第二部分，維持現狀的失敗。為何傳統監管起不了作用？面對前面提到的這些嚴重傷害，各國政府其實並不是沒有作為。但坦比尼的核心論點在於，傳統的政府監管模式實際上已經宣告失敗了。他用了一句非常精準且無奈的話來總結現況。他說：“監管的速度實在太慢了。”
我們稍微回顧一下歷史脈絡，社群媒體從孑孓發展到今天，大約經歷了20年的時間。但各國政府面對這些新興科技的反應，卻總是慢了不止半拍。坦比尼自己過去12年來，一直深度參與推動網絡安全相關的立法工作，但他非常無奈地發現，即便到了今天，許多政府部門依然表示，相關法規還需要好幾年的時間才能完全落實。各位，科技產業的軟體迭代是以週甚至天為單位在瘋狂計算的，但是民主機制的立法流程卻是以年為單位在慢慢推進。這種巨大的時間差，導致當法規終於3讀通過並正式上路時，往往已經完全無法解決最新的科技問題了。更嚴重的是，在這漫長的立法空窗期中，又有一整個世代的兒童與青少年成為了這個龐大體制下的犧牲品。接下來這點超級重要，我們必須深入探討為什麼現有的法律會完全無法擊中要害。如果以英國在2024年生效的線上安全法，或是歐盟極具全球指標性的數位服務法為例，坦比尼明確指出了幾個結構性的致命缺陷。第一，這些法案在推動時，往往是立法者還沒完全理解問題全貌，甚至連演算法的黑箱機制都無法解析的情況下，就已經因為各種政治妥協而通過了。第二，法規中強烈要求的年齡驗證機制，在實務操作上根本不堪一擊，使用者非常容易就能透過虛擬私人網絡，也就是我們常說的 VPN， 或是簡單的謊報生日給輕鬆繞過，就根本無法有效建立起保護未成年人的防火牆。第三，這也是最關鍵的一點，這些法規完全沒有處理到成癮性設計這個核心病灶。現有法規的邏輯通常只是要求平台刪除已經違法的特定內容，卻刻意忽略了平台演算法刻意推播極端情緒內容以留住用戶的底層運作邏輯。最後，這些監管手段都避開了最根本的問題，那就是社群媒體的商業模式。只要流量變現的獲利來源不變，平台就有足夠的財務動機去聘請最強的律師團來鑽法律漏洞，繼續維持現有的運作方式，治標不治本，這就是現狀。我們繼續聊下去，為什麼這個明顯有害的商業模式如此難以撼動？坦比尼一針見血地指出，這個商業模式被極度龐大的權力給緊緊鎖死了，這包含了市場權力、遊說權力以及金融權力。這是一個結構性的死結，更是現代資本主義發展到極致的一種現象。大型科技公司累積了人類歷史上罕見的巨大財富與影響力。坦比尼在演說中非常客觀地提到了幾位科技巨頭的代表人物，例如伊隆·馬斯克與甲骨文創辦人賴瑞·艾里森。他指出，這些擁有龐大資源的私人企業與個人，可以透過直接收購社群平台，來瞬間改變區域性的政治遊戲規則。他們甚至可以利用幾乎無限的資金去影響學術機構的獨立研究，或是左右政府的政策制定。當這些超級巨頭動用其強大的金融與政商遊說能力來鞏固自己的市場絕對優勢地位時，普通的民主立法程序加上那些對他們來說不痛不癢的行政裁罰，根本無法對抗這種國家級別的巨大權力。這就是為什麼坦比尼堅定地認為，在現有的框架下進行修修補補，只是一種白費力氣的安慰劑。我們需要更根本的解法。進入第3部分，激進的解決方案，打破現有的商業模式。既然溫和的監管已經證明無效，坦比尼提出了一個根本性的解決方案，那就是直接的結構性介入。不過在討論具體做法前，我們必須先明確定義這個提案的打擊範圍。坦比尼並不是要消滅網絡上所有的論壇，也絕對不是要扼殺新創科技公司的生存空間。他的目標非常明確，就是那些具有高度壟斷性質的大型演算法與超級社群平台。我們來做個客觀的條件對比。歐盟數位服務法目前的門檻是針對擁有超過4500萬活躍訂閱者的平台才會進行嚴格監管，而坦比尼的提案則更為積極且具備針對性。他建議將標準大幅下收，設定在擁有500萬以上活躍用戶的大型壟斷企業。500萬這個數字在單一市場中已經足以形成強大的輿論影響力了。他特別強調，我們討論的介入對象
象是社群媒體公司與他們背後操縱資訊流的演算法，而不是負責單純儲存數據的資料中心或是伺服器等硬體設備。在現代科技架構下，基礎設施與演算法的運營是完全可以被拆分開來獨立處理的。這個提案精準地瞄準了那些大到足以操控社會言論走向，卻又嚴重缺乏公共問責機制的超級巨頭。簡單整理一下剛剛的內容，我們剛才提到了要介入這些巨頭，很多人一聽到公共所有權這5個字，腦海中可能立刻會聯想到集權國家的全面監控，或是那種效率低落、僵化的官僚體系。坦比尼在演說中特別花了極大的篇幅來澄清這個非常嚴重的誤解。他嚴正強調，他所主張的公共所有權絕對不是像某些威權體制那樣，由政府直接去控制媒體的發言內容，也不是要在每個人的手機裡面安裝老大哥的監視器，更不是走回第2次世界大戰後那種毫無創新活力的國營企業老路。相反地，他提出了一個更具現代意義與民主韌性的願景。我們應該把這種所有權想象成類似英國廣播公司，也就是大家熟知的 BBC 那種獨立信託模式，或者可以是由具有高度公信力的基金會、慈善機構與獨立公共實體來共同監督與營運。甚至在未來的制度設計中，這完全可以是一種混合了商業創新活力，同時又有公共利益嚴格把關的全新系統。這個制度設計的核心精神在於，我們必須透過改變最底層的所有權結構，讓平台的最高指導原則從原本單一且冷酷的私人股東利潤最大化，強制轉變為公眾利益與社會安全優先。這是一個本質上的基因改造工程。那麼，這個聽起來相當顛覆性的計劃，具體在實務上到底該如何執行呢？坦比尼提出了一個邏輯清晰且步驟分明的4階段流程。第一步就是我們剛剛明確界定的，透過嚴格的市場調查，精準識別出用戶數超過500萬，而且具備實質市場壟斷力的大型平台。第2步也是整個計劃最為關鍵、具挑戰性的一環，那就是透過民主國家的合法程序，將這些企業核心的演算法業務納入公共所有權的範疇，並且進行必要的反壟斷拆分，徹底打破他們在市場上的支配力量。第3步是為這些重生的平台建立一個具備社會責任的全新核心使命。這代表着演算法的推薦機制不再只是為了衝高點擊率與激化群眾情緒而服務，而是必須促進健康理性的公共交流。最後的第4步則是從程式碼的源頭就直接落實安全設計，徹底重置整個商業模式，同時強制實施全面的數據可惜權。這就像是你換電信公司可以保留原本的手機門號一樣，未來使用者可以帶着自己的社交資料與人脈，自由地跨越不同的平台，不再被單一巨頭綁架。坦比尼堅信，如果沒有這種規模的公共介入與底層架構重組，任何表面的手法，最終都將永遠只是紙上談兵。第4部分，歷史的先例，非常時期的非常手段。聽到這裡，你可能會覺得將這麼龐大、這麼賺錢的私人科技企業公有化的做法，簡直是前所未聞，甚至違背了我們對現代商業的常理認知。但是坦比尼拿出了非常堅實的歷史證據來反駁這一點。歷史清楚地告訴我們，在非常時期，政府代表大眾採取非常手段來保護公眾利益，其實是一種常態，這甚至是國家必須履行的基本責任。坦比尼列舉了3個極具說服力的重要歷史節點來做對比。第一個是在1926年，當時廣播技術剛剛興起，這就像是那個年代的網際網絡一樣。商業電台為了搶奪頻譜資源，導致市場一片混亂，充斥着劣質內容。英國政府當時果斷介入，將 BBC 納入公共體系，確保這個強大的新興傳播工具能成為服務大眾教育與資訊的基石，而不是純粹的商業操弄工具。第2個案例是1946年，英國將醫療體系進行了歷史性的公有化，建立了國民保健署。背後的核心理念非常清楚，國民的基本健康與生命安全絕對不該完全被私人商業利益與付費能力所把持。第3個案例離我們最近，大家一定有印象，那就是2008年的全球金融海嘯。
當時金融體系面臨全面崩壞的危機，各國政府為了防止實體經濟跟着毀滅，毫不猶豫地動用了國家級別的力量與納稅人的龐大資金，直接收購了銀行業風險最高的部分，進行了實質的國有化重整。這些歷史案例明確地證明了一件事：當某個關鍵產業的商業模式徹底崩壞，而且它的負面外部效用已經嚴重威脅到社會的存亡與民主的運作時，由公眾力量介入進行強制重整，不僅在實務上是完全可行的，在道德與政治上更是絕對必要的。我們現在面對社群媒體的危機，其實就像是資訊領域的金融海嘯一樣嚴峻。最後，進入第5部分。真正的公共廣場，這個提案的終極目標。在深度分析了問題的根源與歷史的佐證之後，我們來看看這個大膽提案最終想要達成的哲學願景。坦比尼在演說的尾聲說了一句極具穿透力而且發人深省的話，他說：我們需要社群媒體成為一個真正的公共廣場，而不是富豪們的私人庭院。這句話非常精準地刺中了數位時代下民主制度面臨的最核心危機。在傳統的民主政治理論中，公共廣場是所有公民可以平等發聲、理性交流意見的神聖地方。那裡面的遊戲規則是由整個社會透過民主程序共同指定的。但是，各位仔細想想，我們現在每天高度依賴的數位公共廣場，實際上卻是由極少數富有的科技巨頭所絕對擁有的私人庭園。在他們的私人庭院裡，他們擁有絕對的生殺大權。他們可以隨意更改演算法的權重，決定誰的聲量可以被無限放大，決定誰的賬號必須被無預警停權消失。當一個現代民主社會最基礎的言論建設被私人企業的獲利邏輯與極少數人的意志所完全綁架的時候，我們的民主其實是非常脆弱，而且極度容易被操弄的。坦比尼的終極目標就是要把這個理應屬於全人類的交流空間，從少數富豪的手中徹底贏回來，重新賦予它公共性，把權力還給社會大眾。最後總結今天的3大重點：第一，社群媒體現有的榨取式商業模式與成癮性設計已經對社會造成了嚴重的心理與民主傷害，而傳統的修法速度實在太慢，根本無法解決底層的結構性問題。第二，學者達米安·坦比尼強烈主張，唯有透過將大型平台納入公共所有權，例如建立類似 BBC 的獨立信通模式，才能真正打破其壟斷力量與演算法操弄。第三，回顧歷史，從廣播通訊、醫療體系到金融危機，都曾經有過為了保護公眾利益而對失控的私人企業進行大規模結構重整的成功先例，這並不是天方夜譚。那麼留給大家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為了拯救我們日漸崩壞的公共論述空間，以及我們下一代的心理健康，這種顛覆現有產權的極端介入手段真的是必要的嗎？還是說，將巨大的科技平台交由公共信託來管理的這帖解藥本身，比疾病還要來得極端且充滿未知風險呢？這是一個沒有標準答案的問題，但卻是我們每一個身處數位時代的公民都必須嚴肅面對的時代課題。總結一下今天的重點：達米安·坦比尼大膽提出終結社群巨頭的私人擁有權，改採類似 BBC 的公共信託模式，這凸顯了現有商業模式對社會的危害已超越常規監管能力。唯有透過歷史級別的結構重組，才能將數位時代的發言權還給大眾。今天的內容就到這邊。如果你覺得這集有幫助，記得馬上點讚、加訂閱、加開啟小鈴鐺。我們正在衝訂閱，需要你的支持。我是阿秀，我們下次見，拜拜。